欢迎来到知定讲堂的启蒙论坛，我是蓝奕峰。欢迎收看启蒙论坛蓝蜀歇盖史蓝蜀书讲世界的故事第13集，亚述帝国的灭亡与巴别塔的故事。上一集讲到亚述帝国在神创4时期来到了巅峰。神创4通常会音译为亚述巴尼拔，亚述就是主神亚述，巴尼是后嗣的意思，拔则是造物主的意思，因此亚述巴尼拔就是主神创造后嗣之意。神创4不仅征服四方，而且文治武功并盛，建立了大图书馆，位置在今天伊拉克北部的大城摩苏尔附近，是亚历山卓大图书馆之前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藏有泥板超过3万件。这些泥板其中包括各种不同语文版本资料与著名的两河文明神话基加美修史诗。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得知这部人类最早史诗的故事，都是归功于从大图书馆的遗迹中所挖出的史诗泥板的碎片。目前这些泥板保存于大英博物馆。神创4的父亲是神赐昆仲，他本来以为只要安排神创4主掌亚述，让日利民主掌巴比伦，这样一人一国，兄弟俩就会相安无事。可事与愿违，神创4一直很忌惮日利民，不给足够的军力抵挡外敌，甚至越来越常干涉巴比伦内政。日利民点滴在心头，最终还是兄弟反目，日利民与亚述的敌对势力结盟反叛。这场内战打了3年，战火残酷，蔓延整个巴比伦。最终，日利民与联军还是落败，巴比伦因遭到围困，陷入严重饥荒，最后日利民自焚而死。神创4攻破巴比伦后，大肆劫掠屠杀，惨烈的战争造成巴比伦人对亚述心怀深仇大恨。神创4到了晚年，听信身边太监谗言，开始与贵族们疏远，国政也渐渐荒废，周边国家蠢蠢欲动，埃及也趁机恢复独立。神创4死后，由儿子神为主继位，但地位衰弱，大权旁落到大将军月利民手上，国势更加沉沦，犹大王国也脱离控制独立。神为主却很快过世，弟弟月利王继位，大将军月利民不甘心，自己本来身为帝国实质统治者，现在却地位不保，于是在巴比伦北方发起叛乱，月利王领军前往征讨。当亚述内战时，忍辱负重已久的巴比伦人趁机起义，巴比伦人领袖文昌帝自立为巴比伦王。月利王击败月利民后，本来要前往巴比伦镇压起义，却因亲征在外，首都空虚，亚述王族趁机发动叛乱，月利王只好放弃巴比伦，回师保卫政权。这个演变反而给了巴比伦关键的茁壮时间。文昌印逐一收服周边城邦，集结了强大兵力反攻亚述。巴比伦的反攻也让亚述帝国东部边境伊朗高原的蛮族米底人认为是天赐良机。米底人原本只是松散部落，居于伊朗高原群山之间，没见过世面，却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米底就是中国的意思。在神创4的时代，米底就曾经数度攻击亚述，遭击败后，亚述把米底置于蛮族西徐亚人之下，由西徐亚人统治米底。原本米底部落各自为战，甚至连每个人的兵器都不统一。米底大酋长善王深具教训，引进亚述制度，建立统一的军事体系。当他听说巴比伦起兵，认为时机成熟，定下计谋，邀请西徐亚酋长们饮宴，酒醉之后全数谋杀，起兵推翻西徐亚的统治，并吞了西徐亚的兵力，进军亚述。此时巴比伦的文昌印正围攻亚述城，久攻不下，米底出兵抄断亚述后方，回师攻破亚述城，大肆劫掠破坏。就在一片废墟中，善王与文昌印结盟，并结为亲家。善王将女儿善斯基交给文昌印之子尼布甲尼撒，自己也迎娶文昌印的女儿。西元前612年，巴比伦米底联军大军压境，攻陷亚述首都尼尼微城。末代国王月利王向巴比伦求和遭拒绝，最终于尼尼微城与米底巴比伦联军决战。曾经不可一世的亚述大军，如今却抵挡不了原本是手下败将的巴比伦与米底。尼尼微城破，月利王殉国。远在埃及，此时的法老尼克2世听闻了亚述灭亡，只
只剩帝国西部还有残军还在拼死奋战。过去亚述是埃及的大敌，但是如今若亚述完全灭亡，新兴的巴比伦将会直接抵达埃及门口，成为埃及的重大威胁。因此，战略上最好能保住亚述的残军，既无法威胁埃及，又能当埃及与巴比伦之间的缓冲区。于是尼科二世急忙带兵出征，要去拯救亚述残军。不料当他经过犹大王国时，犹大王国约西亚国王却不让埃及军队通过，双方因而于米吉多决战。犹大王国当然无法抵挡，约西亚战败身亡。尼科二世于米吉多战役前致信约西亚说道：“我们对彼此做了什么？犹大王，我今日来不是为了与你交手。”结果被犹大王国这样一拖延，埃及来不及援救亚述残军，抵达时亚述残军已遭消灭，尼科二世只能独自对战巴比伦与米底联军，最终惨遭大败。尼科二世战败后回城一肚子气，经过犹大王国时，押走继位的约哈斯，将他带到埃及囚禁致死，另立其兄约雅敬。犹大王国也成为埃及藩属国，并偿付大量赔款。不久，果然如尼科二世所料，新兴的巴比伦前来挑战埃及，双方不断交战，互有胜负。犹大王国的位置正位于埃及门口，每逢双方胜负变化，就想投机倒向胜利的一方。这种投机心态终于惹火继位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之后，尼布甲尼撒兴大军，2度攻陷耶路撒冷，摧毁犹大王国的第一圣殿，并把犹太人中的知识阶级都掳到巴比伦，称为巴比伦之囚。尼科二世、尼布甲尼撒两人都是著名大兴土木的君王。尼科二世兴建尼罗河到红海之间的运河，是后来苏伊士运河概念的起源。尼布甲尼撒开疆拓土，打通贸易路线，使得巴比伦经济繁荣，因而有充足资金大举建设，包括巴比伦游行大街、巴比伦城的伊斯塔门，两者美轮美奂。如今复原展示于德国柏林博物馆到帕加马博物馆。其他更修建无数宫殿、神殿、城墙、引水道等等。当犹太人正遭巴比伦之囚的时候，尼布甲尼撒正在修建天地基神殿，那是上古时代最高的建筑，顾名思义是要高到看起来直达天上。当时被囚禁的犹太人看到了这样的奇观，于是想出了巴别塔的故事。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在远古时，人类都讲同一种语言，能合作无间。结果上帝看到了人们的建筑工程，决定惩罚人类的傲慢，于是摧毁了巴别塔，打乱人类的语言，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此后，世界各地的人们就都讲不同语言。巴别塔这个故事在圣经创世纪第11章以及其他犹太古书中都分别有记载。巴别塔的故事灵感很可能源于巴比伦之囚，被囚禁犹太人知识分子看到高耸的天地基神殿倾颓，正在做修复的工程，又对巴比伦有亡国之恨，希望巴比伦毁灭，高塔倒下，于是想出了巴别塔的故事。天地基神殿在尼布甲尼撒时代虽然修建完成了，但是经过几百年后又逐渐倾颓，直到塞琉古帝国成立，安条克一世本想重建，却在开工仪式上跌倒，他一气之下反而下令摧毁剩下的废墟。此后天地基神殿就只剩下地基的遗迹。亚述帝国遭米底巴比伦联手摧毁，但是两大势力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在一个没有人注意到的小角落，真正的世界帝国即将兴起。欲知后事，敬请期待下一集喽。